我跟表妹之间有配合，有妥协，有各取所需，偏偏就这情分，丝毫没有。行舟啊，秉兰为了你推了多少好亲事啊！你真的要做这个负心汉不成？姨母啊，我的表妹在众多的表哥当中选择了我，那自是看中了淮阳王妃的位置。我允了。表妹的祖母去世，守孝3年，我等了。评判容部，表妹不愿妥协成婚，我也成全了。何来负心之说啊？我不是不愿成婚，我当时是真的病了，后来一直想找表哥解释挽回，可是都错过了。表哥，碧兰自始至终心中只有你一人啊。婚约一解，我便不会回头。母亲，我已有心仪的女子，非她不娶。啊？这是哪家的贵女啊？我怎么从未听说过？不是什么世家贵女，但是我们真心相待，还望母亲成全。表哥，你如此绝情，竟是为了一个外室。姐姐，你儿子早就有外室了，而且是被山匪掳过的一个不洁女子。我早就想告诉你了，我怕姐姐生气，我才忍着。试问一下，这外头哪个大户人家是没有娶妻就知外室的？行舟，他们说的可都是真的。听他们这么说起来，那确实像是一个外室，但事实上，他是以正妻的身份待在我的身边。你是被这女子骗昏了头吗？母亲她没有骗过我，反倒这一向都是我在骗她，是我割舍不下她。这件事情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，不会再更改了。那是个出身不良的女子。她叫柳莲堂，是良家女子。日后若是再让我听到有侮辱她的言辞，不管是谁，本王绝不会轻易饶了她。母亲，儿子先行告退。行舟，行舟，你竟为了他，连亲娘都要忤逆了吗？哎呀，姐姐，哎，姐姐，你别气坏了身子，姐姐。听说这次你把主母气得不轻。父亲去世之后，我就从未见过你跟主母如此置过气。你不是曾说过，娶谁都无所谓，只要那个人能担当得起王妃的身份就行吗？人是会变的嘛。现在我只觉得，什么身份不重要，娶的是她就行。九弟，你过去从未耽溺于男女情爱，如今朝廷与王府剑拔弩张，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有心人的画饼，你切莫要糊涂了。那我娶的不是自己心爱的女子，就不糊涂吗？九弟，五哥，我心意已决。我知道我劝不动你，但愿你日后不要后悔。我走了。来看看呀，姑娘，这花瓶啊，都是新样式的，你买回去不管是插花还是当摆件都好看。夫人，怎么了？这整条街上都是瓷器铺，最忌讳碎，可那人还毫无忌讳地卖穗子，真奇怪。是，总有不长眼的。我见过你啊，在集市上。这布要多少银钱啊
1贯。这上面翡翠都是真的吧？才1贯啊？啊，哈哈，嘴快，说错了，1两斤。啊，换地方了。哎，这步摇怎么卖啊？1贯1钱。不过就是些绒花，怎么卖的跟翡翠一样？掌柜的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这种头饰最多值100文。对，你看我这记性，说错了，是100文。剩下的糖葫芦，2文银钱1个。剩下的账目明日一定要送来。我这几日眼皮直跳，担心会有不好的事。是，娘子放心吧。娘子，淮阳王和真州君他们已经回真州了，崔家娘子应该也一道回来了。准备一下，我们去北街。是。姐姐，有人送你的。定是哪家的郎君倾慕我们娘子呢？天香开茉莉，灼灼一雀凉。侯爷，贺娘子，别来无恙。侯爷平安归来就好。怎么？挂念我？毕竟是为国千里送粮，自然不希望你战死沙场。我很挂念你。回到灵泉镇数日，娘子仿佛避着在下一般，让我找得好苦啊。娘子可知，那日将你送走之后，我心中隐痛，万分不舍。可后来在战场上经历9死1生，先是落水头痛，后又被人挟持，每一次都凶险万分。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你，窃喜幸好我把娘子送走了，没有让她跟我一起。赵侯爷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贺娘子苏氏独立，轻易出尘。我一看到那茉莉，便会想到娘子。赵全，你打的什么主意？我清楚得很。刘姐姐随军回来了，淮阳王怕泄露身份，派你来当说客，堵我的口。那是人家家事。你若真待柳门堂如姐妹，你就该真心祝福她，何必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？再说了，贺娘子逞口舌之快去说了，日后柳门堂若是原谅了王爷，那你这不就是平白惹人嫌了吗？女子不相欺，我只管向绵堂道出真相。至于原不原谅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，我问心无愧就好。哎，贺娘子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他们早就心意相通了。靠谎言相通？我是说，人家战场奔赴，情投意合，那趁着情把什么都说开了，转眼就要提亲了。那刘姐姐都知道了啊，所以我这不是怕你到人家面前说嘴，平白惹人嫌吗？我多替你操心呢。你该不会是在诓我吧？诓你？哼，
诓你，我佩侯诓你能有什么好处？你想，人夫妻那是经历过生死的人，那相比于性命这点小事算什么？再说了，那淮阳王是没见过女子吗？说这种事他都不敢说，要么他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，要么他就是个内心阴暗的狂徒。那怎么治理得了真州？你是见过他的，你觉得呢？那一柳绵堂的心性，被这般欺骗过，他也忍得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忍得，忍得。你再说一遍。赵侯爷给贺三娘送了花，又一路伴随，两人说了好一会儿话。小的远远跟着，听着侯爷说挂念贺娘子。原以为此事无疾而终，没想到峰回路转，好得很。那说不定侯爷是想买瓷器呢。侯爷好像说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什么是在战场上经历过生死，才认清了对真儿的感情。我就知道，许是这个意思吧。小的还听侯爷说到了提亲。什么？提亲？贺娘子说莫不是诓她？哦，还提到了淮阳王。还要淮阳王来做媒？好啊，好得很呐！太好了，好！我怎么可能嫁给赵全？混账！镇南侯连说媒都准备妥了，你还挑剔了你？可我跟他根本就没有私情。他赵侯爷如此的主动，你就应该把握住。可是，在关键的时候，你却不成器呀！你。再者，当初借车的时候，他也是亲口应下了这门婚约的。父亲也知道，侯爷当初为了借车，空口白牙，自然什么都愿意。父亲，别痴心妄想了。侯爵之家又岂是我们商户能攀得上的？你这是上哪儿啊？去瓷器铺子。来人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离开这房间半步。是。父亲，开门！我是不会嫁的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侯爷留你用膳了？还用膳？连门都没让我进啊！说是什么战后大丧，不宜谈婚论嫁啊，又说三妹深明大义，女中豪杰是她自己配不上。我看他那意思，分明就是要反悔。岂有此理！哎呀，爹，您呐也先别着急。我呢，还有一招妙计。妙计？这妙啊！孩子眼看就要输了，根本就下战，败局已定啊！行行，肯定不行啊！不行就下去，是啊，就下去啊！是换人。王某甘拜下风。兄弟上来。哎呦，你瞧，这是，是啊，太妙了，这一步太妙了，妙啊！这一出手，我便知道是谁了。这手下的都解，我怎么没发现？这真是妙啊！甘拜下风。光才兄，许久未见。
感谢诸位，咱们择日再会。择日再会。行舟，许久未见，但你的事我在北周可都听说了啊，在众寡悬殊之下是大破戎狄，让我深感佩服啊！我这一介书生啊，是难忘你的项背喽。行了行了，能不谦虚了吗？啊，探花郎，哎，当年要不是圣上抽了你的试卷，你无缘殿试，我还怎能位列三甲？那当年你在王府，与我的长姐起了诗社，哪次做事不是杀得我片甲不留？母亲，今日有2个贼人假扮道士闯入真州，儿子去探查此事，贻误了祈福的时辰，还望母亲谅解。坐吧。是。这是牡丹花蕊。秉兰这孩子看我脸色不好，刚送过来的。今日刘明关上下由我一人主持，又突发贼祸。我这一身病骨，实在是难耐。幸好有秉兰帮我，才不至于在百姓面前丢了淮阳王府的颜面。他帮我，就是在帮你，你要记得这份情。哎，今日我本打算认下秉兰，让你们重修旧好的。你心里如何想？看来王爷心里想的还是那个外室。母亲，我此前就说过了，他不是什么外室。我无需知道他是什么人。秉兰已经退一步了，他说：“你若真心仪那个柳姓女子，他定会给那个女子颜面，好好的帮衬你。你还要让他如何做呀？”堂堂王爷明知贼寇入关，不在母亲和百姓的身边，偏跑去北接那个温柔乡，这不是荒唐吗？这些我都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你今日必须答应我，娶了秉兰。母亲，今日之事，儿子确实是有过错在先，但此事另有隐情，日后儿子会向母亲解释。至于婚约，请母亲恕罪，我只娶柳绵堂一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崔行舟，此生只娶柳绵堂一人。混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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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，夫君。我来拿你换下的衣裳。怎么受伤了？啊，无妨的。
我替你上药。很疼吗？疼。此人下手可不轻啊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不是那个贼人伤的。王爷处罚的我。王爷怎能这般苛待将士？可能是他心绪不佳吧。我听说他跟太妃置气了，太妃给他配了门当户对的亲事，可是王爷心中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子。今日风凉，温跑对身体有好处。夫君，你方才说的贼人是仰山余党吗？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就是有些好奇，毕竟曾经我也落入过他们之手。听街坊说，仰山贼首已向朝廷招安，那往后就再也不是我真州的敌人了。仰山也再无作乱之人，那些不愿招安的，也都化作鸟兽散了。你怎么总提仰山啊？我们真州也不差呀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王爷也赢了他们不少次。不少次，那是几次啊？夫君，你说，到底是淮阳王厉害，还是仰山贼首厉害？他们之间恐怕再也分不出胜负了。自生死劫之后，上司伏羲引灯休战，可那贼首却偷袭了淮阳王。贼首偷袭？是啊，王爷也没有想到，向来守诺的贼首会出尔反尔，趁着军士歇息时暗算了他。王爷恼怒，想尽了一切办法，要战胜他，重创仰山。可那贼首就此销声匿迹，淮阳王设法诱捕过他，既要战胜他，也想亲口地问一问，他为何要背弃约定。再后来，仰山就招安了，淮阳王便彻底失去了与他一决雌雄的机会。夫君，我想去一趟仰山。为何？我想破了心里的魔障。
记起什么了吗？几年前的上巳夜，那时我还未嫁给夫君，一家人在西周城外的灵山上登高望远，放齐天灯祈愿。此处地势开阔，若有齐天灯凌空，真是极美的。确实，上巳之夜，齐天灯伴随着遍野的山花，壮丽非常。这也是淮阳王同你说的。既有天灯凌空，那贼人一旦动手，岂不是轻易被察觉？又何来的偷袭？淮阳王那么聪明，会不会在骗你？方才一路走来，我们经过了一段滩鄙的山路，还记得吗？曾经，那是圣山的必经之路。上巳夜，淮阳王就在那里安营扎寨，将士们煮着酒，暂且卸下了防备。那一日，本来约定好了要休战的，可是伴随着天灯，将士们等到的却是破入营中，杀气腾腾的仰山群匪。看来淮阳王并没有撒谎。其实他也并不擅长撒谎。绵堂，从回到真州之后，我心里总是不安，我总觉得我要失去你。我不是一直都在你身边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打算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一切是指什么？家主，家主，怎么了？家主，夫人，军中来信，让您赶紧回去一趟。明日是小年，记得要回家。本来以为能休沐的，正事要紧。您有2封手信，一封是京城孟阁老的，还有一封是北周李州城的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太妃她病重，家里让您赶紧回去。娘子，留守在仰山的暗庄发现了柳绵堂和淮阳王。他去仰山做什么？看起来只是寻常登高，不过暗庄发现柳绵堂悄悄留了这个。娘子，这是仰山记号吗？我怎么看不太懂？这记号不是留给你我看的，你自然看不懂。5日后，5时幽雨洞。我要去一趟仰山了。